陆域无人与反无人作战体系主题日活动的动态演示中，无人与反无人装备协同冲击，对模拟敌方开展智慧攻防体系化作战。多用途空中哨兵 BZK-005E 长航时无人机率先升空，与卫星、地面侦察网、雷达系统紧密协同，海量情报瞬间汇入指挥中心智慧大脑，经高速分析、精确筹划后，作战指令秒级精准下达。炮兵之眼瑞鹰 80A 无人机腾空而起，它的主要任务是前往目标区域获取目标信息，并且把目标信息传送给155毫米车载加榴炮。接收传回信息后，155毫米车载加榴炮怒吼出膛。在智能大脑指挥下，无人机群发起迅猛攻势。神经切断者飞龙巡飞弹率先突入，瘫痪敌指挥通信并诱起雷达。防空克星反辐射弹随即循迹而至，精准摧毁雷达，撕开防线。装甲猎手火箭炮组网巡飞弹同步前出，兼具侦察与打击能力，封控战场并猎杀装甲目标。火力清道夫察打无人机携蓝箭导弹凌空，精确拦截摧毁敌增援部队。最后，重型终结者车载反坦克巡飞弹空中锁定，对残存重型目标发起致命打击。空地协同火力覆盖下，敌方战斗体系崩溃。刚才演示当中有哪些场景令两位印象深刻呢？王先生。我感觉到从这种画面中间看到的无人作战的4个重要的环节，首先是感知，必须要用无人装备，或者说是用以无人装备为主的多域信息对战场进行全面的感知。第二个就是筹划。那么无人系统要发挥作用，还是需要认真的由指挥员、由参谋人员来对它的使用进行一个精心的筹划。当然，在这个筹划的过程中间，人工智能系统会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最终的决策虽然是由人来做出决策，但是人工智能将使这个决策的过程大大的提高，效能会大幅度的提高，更加精准。第三个是控制，在这个过程这个中间，到底在什么时间，在什么区域，用什么样的武器，精准的打击什么样的目标，这个过程是一个必须要通过相应的系统进行精准控制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最后就是攻击，那么无人系统要完成对敌人的防御系统首先进行击杀，用无人系统中间的软杀伤手段让敌人致盲，然后用各种精准攻击的手段摧毁敌人的防空系统、敌人的装甲系统、敌人的节点目标。最后呢，对一些残存的敌人的一些装备，或者说敌人的一些重要的支撑节点，再用无人系统去进行精准的清除，彻底的消灭战场上的敌人各类目标。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感知、筹划、控制和攻击，这将是未来无人作战中间反复迭代的这个过程。魏先生，您的观察视角又是什么样的呢？我看到了关键词呢是融合，在炮兵针对目标进行侦察的过程中，无人机可以说实现了技术赋能，它可以在短时间内针对前沿的区域进行精准侦察，标定了目标之后，马上把坐标发送给后方的这种指挥系统。那么车载榴弹炮可以针对目标进行精准打击。那么在步兵的作战单位当中啊，有这种小型履带式的无人车，还有4组采用仿生理念的机器狗，不仅可以侦察，而且呢可以携带轻武器，那么也可以进入到战场的前沿区域，针对目标进行杀伤、进行打击，可以更好的去配合步兵和掩护步兵。那么也就是说呢，基层的作战单位和这种人工智能的这样的一种仿生的这样的一个作战平台，也是融合到了一起。好，刚才呢我们已经讲了无人装备是如何密切配合的，那么接下来我们要继续走进动态演示的现场，我们再来看一看无人和有人作战又是如何协同的。无人风暴已经重创敌方目标，接下来空中的轻小型无人机准备大显身手。这些轻小型无人机就像战场上的空中多面手，各司其职，共同完成了重要营地的突袭和占领任务，对敌方核心营地进行立体式侦察和饱和式打击。有了这些智能伙伴，
传统步兵现在已进化为全域感知、精准狙杀、以智取胜的未来节点。最后，演练中，我方防空系统如同无形盾牌，实时处理空情。轻型防空导弹呼啸拦截，弹炮结合防空系统编织密集火网，激光反无系统杀敌于无声无形。多层次、多手段的反无人机体系瞬间启动，将任何企图反扑的空中目标拒之门外。一场完整无人与反无人动态演练精彩完结。好，刚才短片当中我们看到了轻小型的无人机呢，成为了步兵们的智能伙伴。那么有了这些智能伙伴，未来步兵作战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呢？魏先生。有了这些智能作战的好伙伴，或者说飞行的小伙伴，步兵的作战会变得更加高效。首先呢，步兵的视野大幅度的拓展了，因为无人机可以在周边的空域进行这种空中的巡逻，可以利用光学和红外的传感器针对战场进行俯瞰式的侦察。这就意味着步兵拥有了飞行的视角，而且呢，这些会飞的小伙伴不仅能看，还可以打，可以投掷手榴弹或者说小型的这个弹药，针对目标进行精准的攻击。那么一旦这个步兵的作战单位和这种飞行的智能的小伙伴进行结合，可以说呢，地面作战的模式和步兵运用的模式就会出现很大的变化，而且对方的步兵在战场上很难有藏身之地。是，刚才短片当中呢，其实还展现了多层次、多手段的反无人机体系。那么我们又该如何评价这些无形盾牌呢？王先生。在反无人作战过程这个中间，其实有4个环节是非常重要的。第一个就是感知，必须要让我们在战场上这些，不管是战斗员还是作战分队，必须要察觉威胁。在这个中间呢，这种电子侦察和小型的高精度雷达是一个最重要的这个手段。这种光学和声学的这个侦察手段呢，是一个辅助的。当这些手段综合起来以后，我们的战斗人员就可以知道无人机在什么时候有多大的量对我们构成了相应的这个威胁。第二是识别，虽然侦察系统知道了空中有无人机构成了相应的威胁，但这个无人机的这个性质到底是什么样的这个性质，一定还是要准确的去识别它。第三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反无人机的这个手段就叫做软滩，针对无人机它存在的一些这个固有的这些弱点，那么通过电子战或者电子干扰的这些手段让它瘫痪掉。针对无人机都是一些比较密集的电子设备，有的时候可以用这种高能微波，这个时候就可以让它的电子设备完全的失效。它是一种面杀伤吗？对，它一群区域杀伤。面杀伤以后，这些在这个群里面的这个无人机就会一个一个的往下掉，全部失效。对，当然可能会有个别的会突进来，这就是我说的最后一个环节，硬杀。当突破了我们的软滩这样的手段之后，过来的还有残存的这一部分，我们就可以以硬火力给它进行击杀掉。这个中间也包括有一些激光的这样的非动力学的手段，所以这4个手段综合起来，就形成一个对付无人机威胁的一个有效的屏障。好，看完国内精彩的无人和反无人作战动态演示，听完专家的评论之后呢，接下来我们要把目光转向欧洲。根据英国媒体7月21号的报道，美国把战术核武器重新部署到英国。具体情况呢，我们通过短片了解一下。据英国防务杂志20日报道，多名消息人士透露，美国已将数枚 B61-12型核弹运送至位于英格兰萨福克郡的拉坎西斯皇家空军基地。这意味着时隔17年，美国再次在英国部署核武器。B61-12核炸弹由轰炸机或战斗机携带，兼具战术和战略核武器特点，最大当量可以根据需要调整，包括300吨、5000吨、1万吨和5万吨4种可选当量。作战应用更灵活，战场使用限制更少，打击目标类型更多，适应任务多样。冷战期间，英国拉肯西斯基地曾部署美国核武器，但随着欧洲逐步削减军力和武器装备，最后一批核武于2008年从该基地撤出。好，我们看到时隔17年，美国再次在英国部署核武器。那么，这种重新部署到底出于什么样的考量？这个举动会对地区局势产生什么样的影响？魏先生。
那么首先呢，美国在英国恢复部署核武器，要利用 F-35A 隐身战斗机去挂装这个 B61-12型的这种战术的核炸弹，显然是要强化针对俄罗斯的这个威慑能力。比如说在英国进行部署，那么在英军的战斗机的配合下，可以采取这种秘密飞行的方式，针对俄罗斯方向，比如说俄罗斯海军北方舰队的母港莫尔曼斯克进行这种核威慑。除此之外呢，欧洲很多国家希望欧洲应该拥有自己的这个核保护伞，美国可能也是要针对欧洲国家的这种核力量的共享，或者说核武器的布局进行最大程度的这个牵制。所以在这样的一个状态下呢，为了强化针对欧洲的战略控制和军事层面的捆绑，美国也是恢复了在英国的这种核武器的部署。那么这些美国核弹完成部署之后，他们具体将会被如何来使用呢？或者说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会被使用？通常情况下，它还是增强了英国的核威慑。就英国而言，英国原来单纯靠4艘的核潜艇所构成的这种海基战略的核力量，但这种核保护是战略性的。那么在战术领域呢，相对来讲，它的能力次要一点。因此，现在它在这种 F-35上配备战术核航弹，就是把它的这种核力量由原来单纯的海基核威慑，拓展到海基和空基的核威慑，战略和战术的核威慑综合在一起。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它最终的一个结果呢，虽然英国能够控制平台，但是对不起，这个核弹最终的控制权是在谁手中呢？在美国的手中。所以本质上，在最重要的武器环节受控于美国，这个问题并没有改变。那么近期美国的陆军还发生了另外一件事情，我们也来关注一下。我们注意到美国陆军呢，在他的媒体账号上发布了一条视频，这条视频呢是引起了网友一片哗然。到底是什么样的视频？我们来看看。7月21日，美国陆军在其官方 X 账号上发布了一条视频。视频中，美国陆军人员将标准 M67破片手榴弹以及惰性 M69练习型手榴弹装载到装有专用投掷装置的小型4轴飞行器上，完成一次无人机投弹。美国陆军为这次无人机训练洋洋得意地配文：“你见过无人机投掷手榴弹吗？”美国陆军上校唐尼·赫贝尔在视频中还表示，这次训练的目的更多的是创新，是为了做我们以前从未做过的事情，超越我们目前的能力。实际上，虽然美方相关人员提到无人机投掷手榴弹是一种超越能力的创新，但这种无人机攻击方式早在数年前就已经成熟。在俄乌冲突中，俄乌双方更是日均消耗上百架无人机，无人机的使用早已经历数次迭代。这条视频发布后，遭到众多网民嘲讽。目前，美方已将上述贴文删除。刚才短片呢，我们看到了美国陆军炫耀无人机技术的视频。那么看过刚才这条视频呢，我不知道两位嘉宾有什么样的感受？首先呢，美国陆军亡羊，但是没有捕牢，吃亏了，但是没有吸取此前的这个教训。此前呢，美国陆军在伊拉克境内部署，在叙利亚境内部署的时候，没少遭到这种小型无人机或者说这种低成本自杀式无人机的这个袭扰。既然以前吃过亏了，挨过炸了，怎么在这个无人机的这种应用方面还是出现一种闭目塞听的这样的一个情况？而且我们注意到，就是俄乌冲突爆发之后，其实很早的时候，从冲突爆发之初，乌方就开始使用民用的4旋翼无人机，扔手榴弹、扔这个枪榴弹，针对目标进行打击。那美国陆军方面，它以及相关的情报机构肯定对这个情况是了解的。但是呢，我们看现在美国陆军对外展示的是什么呢？就是一个大号的4旋翼无人机，然后在2名士兵的操控下扔了一枚这个小炸弹，然后呢，它自称是这个首次啊，当然这个首次我认为是打上一个引号的，可能美国陆军各个单位之间信息交流也有点问题。但是呢，这样的一种非常原始和简单的这个作战方式，它现在还作为一种高端的这样的一个战术和战法，我非常的不理解。这说明美军的一线的基层部队，尤其是他的步兵的作战单位开始融入无人机作战体系的时候，那么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呢？看到的真是从零起步。这个从零起步不仅仅是装备层面的从零起步，那么也是战术战法和思维方面的从零起步。那么它的这样的一个模式和技术水平就可想而知了。对。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想请嘉宾为我们来梳理一下无人机相关战术发展和技术迭代的一个历程。王先生。
在最近的这个20年的时间里面，其实无人机的应用发展非常迅速。在2001年的911事件之后，美国发动了阿富汗战争，他在那个时候呢，把这种中空长航时的无人机挂上了一个空地导弹，实现了察打一体的组合。到真正在战场上把这个无人机大范围的应用是在拉卡冲突中间。在拉卡冲突中间呢，双方进行作战的时候，那么无人机首次有了一个比较大规模的应用。这种应用当时的这个特点就是，先用一个中空长航时的无人机作为一个这种侦察的节点，它让战场透明化，把它获得的情报传到低空的那种战术无人机，由战术无人机完成对地面目标，包括一些固定和活动的目标进行打击。必须强调，拉卡冲突的时候还是固定翼无人机的时代，导致无人机的这个使用出现革命性变化。2022年2月以后的俄乌冲突，到这个时候就进入到了一个新的时代，从固定翼为主的中空和低空的这种战术或者是长航时无人机的这个应用的时代，一下子就转到了四轴多旋翼第一人称视角无人机在战场上广泛运用的这个时代，因此催生了一些战法的重大的改变。最近美国方面推出了一款以廉价为卖点的新型导弹，具体情况呢，我们通过短片了解一下。据路透社7月17日报道，美国 L3哈里斯公司近期正式推出其模块化狼系列小型巡航导弹，其中包括用于对陆地或海上目标进行远程精确打击的红狼和配备电子战载荷的绿狼。这是一对专为群级作战、电子攻击和远程精确打击而设计的新型空中弹药，两种弹药互为补充。红狼可在远距离发挥动能效应，而绿狼则可执行信号探测、干扰和诱饵任务。狼系列小型巡航导弹的低空续航里程超过200海里，续航时间超过60分钟，都具有灵活性和模块化设计。L3哈里斯公司太空与机载系统总裁埃德佐伊斯表示，红狼和绿狼系统杀伤力强，具备模块化功能，价格实惠。好，刚才短片当中我们看到了美国推出的新型狼系列小型巡航导弹。为什么在兜售狼系列新型远程导弹过程当中，他们要如此强调这型导弹的低成本概念呢？王先生，您怎么解读？这个武器的发展，美国之所以把这样一个信息披露出来，实际上是想通过某种形式向他的对手发出一种威慑的信号。大国间的高端战争的时候，它有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就是高消耗、强对抗。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在一个高消耗的这样的一种高端战争中间，昂贵的武器是打不起的，它就必须要炒低成本的这个概念。想用这样一种低成本放量打击，要想去饱和对手的防空系统。第二个目的，想实现一种成本强加战略。他认为他的这个不管是红狼还是绿狼，大约在30到40万一枚，而他认为对手要进行拦截的时候，就会用大约要200到300万美元一枚的导弹来进行拦截。殊不知现在的这种无人机和无人机反制这种手段，其实也大大的催生了对巡航导弹的这个抗击。对巡航导弹的抗击也有很多种这个手段，很多种方法可以有效的去应对它，绝对不是美国所说的他30到40万美元，对手就一定要用200到300万美元的东西来抗击他们，兴许对手就会有3万到4万美元的手段，有效的对付这种东西的手段，我相信多的是。魏先生，您的观点又是什么样的？这个狼系列的巡航导弹，它的研制方是 L3哈里斯系统公司。这家公司并不是以研发和生产导弹见长，它主要是生产通信设备和电子干扰产品的。所以我相信呢，普通的这种狼式的巡航导弹，比如说进行硬杀伤的这样的一个版本，可能和普通的低成本的弹药没有太多的这个区别，甚至呢技术含量还不算太多。但是呢，它的电子干扰型号或者说反辐射型号可能会采取一些特殊的设计理念。还有一个呢，就是弹体比较小，这个重量比较轻，不仅仅是由战斗机进行挂装和发射，美国海军陆战队的武装直升机也可以挂装和发射，美国陆军的阿帕奇武装直升机也可以挂装和发射。所以我认为呢，它主要是走量，
就是低成本、大规模的进行使用。所以 L3哈里斯系统公司之所以要研制这款导弹，就是要利用低成本、快速、大批量生产的这样的一个优势，拿到美国各个军种的订单，那么实现这种所谓巡航导弹的这个白菜价。当然了，在战场上，对于这款导弹还是要保持警惕的，因为它数量可能会比较多。另外一个呢，挂装和发射它的这个平台可能是隐身的，也可能是这种低空飞行的这个目标。所以不仅要针对这款导弹要重视，对于它后续这个结合的这个作战平台，我们也要保持关注。好，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一起看了中国无人反无人体系的精彩演示，也看到了美国在无人机领域的另类炫耀。另外呢，还追踪了美国核武器的最新部署情况。今天节目我们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带来的精彩分析，也谢谢各位收看。